中国的歼20战斗机与美国的 F-22战斗机，究竟谁才是当代最强的空中王者呢？两款战斗机互相的优势与劣势又是什么？自从第5代战斗机登上历史舞台，新的空中格局已经打开。而目前全球共有4款第5代战斗机，分别是美国的 F-22与 F-35、中国的歼20以及俄罗斯的苏57。而在外界给这4款5代机的排名中，美国 F-22猛禽与中国歼20威龙争论一直很大。外界对于这2款战斗机谁才是真正的空中王者，都持有自己的看法。那么 F-22与歼20究竟孰强孰弱呢？洛克希德马丁 F-22猛禽，世界上第1架进入服役的第5代战斗机，问世以来一直被称为领先世界30年的科技成果，是当今世界综合性能最佳的战斗机。2019年，歼20威龙正式列装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王牌部队，担负起中国空军未来对空对海的主权维护任务。那么歼20与 F-22相比，到底有何优劣？能否与 F-22一较高下呢？先来说下洛克希德马丁 F-22猛禽。不论是各种官方媒体还是网络上人们的言论，对于 F-22一直以来赞誉不断。F-22到底在哪些方面有惊人的表现？技术方面又取得了哪些创新与进展？下面我们一一分析。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，美国情报部门得到消息，苏联所研制的米格29支点和苏27侧位测试工作稳步推进，这让美国军方感受到了挑战。随即在1981年，美国高层开始了对于新一代战斗机的研发探讨，旨在研发出一款能够取代当时作为主力的 F-15鹰的新型战斗机，并发布了对于先进战斗战术机的研制招标书。1991年8月，洛克希德获得了合同，得以开发和建造先进战术战斗机。1997年9月7号 ，F-22战斗机迎来了首次试飞。2005年开始服役于美国空军。F-22无论在航空电子设备、机动性能、武器配备，整体都领先于世界其他各种先进战斗机。而超音速巡航和隐身能力更是当时多数战斗机都未拥有的能力。长度18.90米的机长，翼展13.56米，高度5.08米，机翼面积78.04平方米，不可谓不大。但是 F-22优秀的隐身性能，则得益于工艺极其细致的隐身涂层。众所周知，隐形战斗机外部的隐身涂层工艺极其重要。F-22的涂层材料是保密的，但据资料显示，这种涂料可使飞机雷达散射波衰减80%。而质量只有铁质体材料的1/10，并且雷达的反射面积只有0.01平方米，这在雷达显示中就像是一只普通的飞鸟一般大。再说说 F-22的机动性能，服役的 F-22战斗机装备了2台 F119PW100的低涵道比加力涡扇发动机，单台最大推力104千牛，加力推力156千牛，推重比超过了10，并且采用了推力矢量技术。发动机喷头能在纵向偏转正负20度，使 F-22具备了极佳的机动性和短距起降性能。总体来说 ，F-22整合了大量的先进技术，无论是在机动性能还是保时柱的综合航电电子系统，都处在世界的首列。那么中国歼20如何呢？其实刚开始的时候，歼20并不被看好。在2009年央视面对面栏目中，当时任空军副司令员的何维荣同志就在采访中说道，中国第4代战斗机正在紧锣密鼓的研发探讨中，很快就会进行首飞，并且在未来的8到10年的时间会装配到部队。这句话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只是一句战略话术，并没有什么实际可能。因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，中国的航空科学技术还不足以支撑研发建造第5代战斗机。更有军事爱好者称，像 F-22那样的一体化座舱盖，中国都不一定做得出来，更别说什么带边条的主翼、压翼、全动式 V 型垂尾、DSI 进气道、升力体机身了。这句话虽然不好听，但这可能是当时多数人的想法了。但在2011年1月11号，歼20一飞冲天，那响彻云霄的龙吟声让这一切都变成了真的。人们见证了这一刻，当时多数人不相信的工艺技术都做到了，是那么的科幻。歼20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5代战斗机，科幻的外形下，在态势感知、信息对抗、协同作战等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突破。歼20的飞行员在面对采访时，用静若处子，动如脱兔来形容歼20的操纵性和稳定性。歼20配备的是涡扇10和AL31系列的双发动机。
我们都知道，热带和亚热带常年高温高热，空气密度相对较低，盐雾和霉菌严重，这些都会给航天发动机非常不利的环境因素。但涡扇10发动机在这种恶劣的环境条件下依然保持良好，该发动机的平均故障时间指标呈不断上升的趋势，从最开始的48.5小时出一次故障，增长到104.4小时才出一次故障。空中发动机停车率由每1000小时停车13次减少到每1000小时停车1到2次。可能不了解的人会觉得1000小时就会在空中停车1到2次还是存在问题的，但要知道俄罗斯原厂给出的寿命才只有900小时，中国已经凭借着自身的实力完成了自我进化，但是涡扇10发动机依旧是从 AL31发动机改进而来，与 F22的 F119发动机尚有差距。在涡扇15正式被安装在歼20之前，不可否认，歼20面对 F22战斗机最大的劣势就在于航空发动机的性能上。此外，在介绍了 F22时，我们重点谈到了 F22的隐身能力，这一点上，歼20还是与 F22有着不小的差距。F22的涂层技术还是更加的先进，在机尾的喷口位置也做了涂层处理，这让 F22的涂层范围更加大，隐身效果更加明显。在长时间持续的持久作战中，会比歼20有着更大的优势。不过，歼20面对 F22的优势也不容忽视。前文提到的 F22搭载的是宝石柱的综合航电电子系统，拓展性能非常强大，但歼20搭载的是宝石台的综合航空电子系统。宝石台系统可以看作宝石柱系统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，在电子系统的传感区域进行了更为广泛和更加深刻的综合化处理，并且取消了原先的功能区，改变成为元素化、模块化的概念，将外挂管理、飞行管理、电子战、探测器等系统处于一个多元化的网络之中，使得航电系统更加的简洁紧凑，但同时又提升综合广度和综合范围。另外就是歼20挂弹舱能携带4枚霹雳15远距空空导弹，而两侧翻盖弹舱各有1枚霹雳15短距格斗导弹，尤其是霹雳15空空导弹的射程达到200公里。相比之下 ，F22携带的 AIM-120空空导弹射程为120公里，也就是说歼20拥有更大的打击范围。另外不容忽视的一点 ，F22的生产线早在10年前就已经关停了，而歼20依旧处在发展阶段。有分析认为，将来歼20可能会搭载激光武器，就未来前景来看，歼20也是强于 F22。因此对比来看，歼20威龙或许能3比2险胜 F22猛禽。做了这么多的比较，二者其实互有胜负。不过，美国在航天航空方面的技术，自第2次世界大战后就开始一路领跑，而如今这样的情况却在改变。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摸着别人过河，但中国从不避讳自己的薄弱环节、基础环节，在飞速的发展中实现自己的自我进化，几乎从零开始的自我奋斗，大步追赶，不断的缩小在科学技术、武器装备上的差距，实现人有我有、人强我亦强的目标。